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左冠廷，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武哥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经过这一整个礼拜，那国内整个大罢免氛围产生了什么样一些的变化？好，那当然你说对于包括蓝罢绿、绿罢蓝之间，好，你说是民团要罢蓝委，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31-0应该是确定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因为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当然一直到今天最新，包括梁盖先出来讲说，台南2席林俊委员、王定宇委员2席也没有过，看起来的话是11位了。现在就只剩下包括高雄双罢节，然后包括剩下算一算，其实这整个事情的态势大概是这样，因为从上个礼拜六当罢双无的那个送件没有过以后，大概就知道味道会是怎么样了。那国民党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些状态？那对于包括进了3阶以后，现在看出来，那进了3阶一定就是硬仗，大家直接面对面的打。那现在看起来的话，中间发生一些事情，不管去踢馆的或什么，中间所有这些事，未来又会有什么样一些变化？好，如果真的这样的话，第一个要来看的，当然就是在讲到在上礼拜六当罢双无，那送件包括没有领衔人，包括分数不够，就确定失败。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你看到包括台北市代理主委戴义清有说话，包括赵少康有说话，所有这些讲到国民党到底该不该检讨呢？让你先听一下，来，有没有该办的法律事件？如果真的有，难道国民党可以视而不见，完全不做任何检讨吗？那检讨如果现在不是时候，难道等到3阶大罢免投票完再来检讨吗？一旦发生有缺失，立刻改正。甚至如果有人因为这样的一个缺失而必须要道歉的时候，就勇于道歉。那如果你连他死了都不知道，哦，你说好吧，只死1-2个月也许不知道，如果死1-2年就不应该不知道了。其实昨天无事要的联署人2阶是够了，超过27000了哈，只是因为领衔人呢张科建先生呢不见了啊，我在想他一定受到很大的压力了啊，因为一般人只要是一个人，一般都不会这样做的。哦，你怎么好意思呢？检讨谁哦，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现在团结才是最重要的。来，冠廷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态势很清楚了。其实对于国民党要罢绿委这个地方，到目前为止是11席嘛，没有过。那还剩下那4席，看起来大概也不是这么样的一些乐观。可是刚才你看，包括戴义清代理主委讲话，他也是议长。对，然后包括赵少康讲的也是，你说1-2个月，甚或1年，可能还有不止1-2年的。像所有这些，那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因为往下要走3阶，那个大罢免到3阶、4阶，那才真的是硬仗啊！现在国民党罢免民进党还有4席还没结束，黄捷、许智杰、李坤城、陈俊宇。但目前看起来，我认为可能没有很乐观哦。民进党国民党，我相或罢免团体大概评估大概都差不多。国民党现在面对的事情是，这15个罢免民进党的立委，每一个都涉入司法案件。你当然国民党可以有种做法说，全部都是被栽赃的。但是你刚台南的起诉书出来板上钉钉，当出来你自己的领衔人，包含说刚刚在被赵少康检讨的这个张科进，看到自己的妈妈已经死亡仙逝多年，然后出现在联署书里还2份，然后你现在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赵少康可以跳出来骂说你是顶度压力哦，你是因为有压力。然后呢，所以你才没有去。然后如果你是一个人呢，不会这样子，就等于批评张科进。就是现在有没有在检讨，没有成这件事情？我说的，我不是国民党员，照理讲，今天不应该由我讲这个话。可是我看得出来，国民党内有一些人是认为，要检讨完才能重整旗鼓往前走。国民党现在的态势面对的是什么？国民党现在就是从转攻为守。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包括今天我遇到施刚，遇到几个国民党的朋友，大概。态势就是如此嘛，因为没得攻了。对，那现在就是他们有攻过吗？有啦，有双五他们还是有尝试啦。对，但是现阶段很清楚嘛，他们一直回来这31席，那他们要守嘛。无论是吹高不同意罢免票，还是降低同意罢免票，他们要这样做嘛。那看得出来他们现在有两种论述，一种是像议长戴西清认为说那就要检讨啊，因为检讨完了之后，比方说党中央。还是地方党部，还是谁跟国民党的支持者道歉？我们什么做错了？我们不应该怎么做？那我们接下去，我们的立委哪里好？没有，我是国民党的人，我一定这样做啊！我战场才能清理嘛。可是现在我认为没那么简单。你看刚才2个重量级的人物出来都不以为然，
第一个当然就赵少康嘛，赵少康态势看起来是不以为然嘛，然后直接讲说这个领先人如果没有跑掉，张克进你没有跑掉的话，那我们的份数是够。当然我是存疑啦，因为够不够是要进去台北市选委会审完，中选会再审完才知道。但第二个就是徐小新，我觉得徐小新的回应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国民党现在要被罢的立委当中的论述。徐小新的意思就是那把眼睛捂起来，把耳朵捂起来，往前冲。不，现在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检讨，那我们不要检讨，团结，都要团结。可是两件事情其实不冲突。就是你不检讨，然后你就说那我们就那个要团结啊，团结什么？团结守住你。可是完全没有去检讨过去这1年多发生的事情。这1年多，我看国民党曾经有好几次的断点可以处理。我举例，当大罢免开始启动的时候，当公民团体认为说傅崐萁你怎么那么奇怪的时候，这个总召是可以换的。当翁小玲每天在乱讲话的时候，翁小玲是可以被阻止的。当徐小新动不动就跟蜜獾一样都导人家站，然后比中指，然后有的没有的时候，他们是可以阻止的。可这个部分没有检讨，是没有检讨立委的行为。那现在好回来了。当国民党之前讲我罢你一个，你罢我一个，我罢你5个，然后呢，一堆人神预测哦，我民进党或者是罢免团体只会过几个啊，我们会过几个，那个数字全部现在一个个被打脸，这难道对支持者不用交代吗？我认为戴喜兴这不是乱讲的，我觉得讲我凭这个事情，当然大家会觉得不客观，可是我真的如果设身处地，我是一个国民党的从政同志，我只有为我前面这个战役失败道歉。我才有可能重整旗鼓往下走。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冠廷？是，如果一地而处，对，民进党发生这样的状况，民进党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很多一些事件？是，如果是民进党发生这个状况，你觉得你们党里面会怎么样？我们里面老实说，我们不可能像国民党这么样的歌舞升平。我觉得国民党其实有个厉害的地方，是他们发生再大的事情，党内检讨的声音都很小，远远小过于我们。我讲难听，比方说像前一阵子我不是有那个讲了1-2句话，然后那个后来这次也不是我讲，有台主持人讲的，后来被媒体写我讲的，那个内部对我的批评就很大，甚至那个公开媒体啊，比方说甚至跟我同属同派系的中常委出来痛骂我，虚心接受，就是这样嘛，就说我们是只要一发生一点事情，我们内部的那个检讨声音是极大，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面对到的状况是，我不知道在那个恐惧什么力量，就是。你就好好跟大家讲，之前这个罢免没弄好啊，我们现在来守护我们的好立委，有这么难吗？没有。来云涛，你们现在要怎么样？因为现在的状况，眼下这个状况，说实话，大概摆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你们现在怎么面对？看起来是重新启动嘛，因为不管你是说司法的没收，或是有一些区域确实我们没有达标，这我觉得都是很坦诚来讲。那其实现在就是一个重新启动。那刚才其实冠廷讲到3个部分啊，因为过去1年多说啊，你们过去1年多这些事情，难道你们不检讨吗？现在执政的是赖政府，过去1年多有提出什么政绩吗？怎么是因为发起大恶霸，而大恶霸你没有及时因应来做检讨？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像小新讲的内容，没有选举的人当然可以大肆的批评嘛。可是现在要被罢免的是这些立委，所以一定是以这些立委为主啊。他讲说，其实检讨要快要慢都会有检讨的，但是有必要在还没有这些人没有被点到要选举的时候，就在那边指指点点，那对这些正在面临罢免的立委是情何以堪？第二个，第三我必须讲就是说。整个国民党或整个在野有没有努力多？其实有。你举例来讲，吴思瑶的选区，张思刚、林欣儿，国民党大家其实4500份、2000份、3000份在递件，后来是有达标，可是因为领衔人张克进，他基于他个人，不管是压力，不管是他个人考量，他没有站出来，而他没有站出来，他下车之后，他又在痛骂，所以我觉得这是过去。因为这个努力分数已经过了，可是这个我们讲领先人没出来嘛，所以我觉得先回应这3个层次，再来我讲因为刚才提到接下来国民党或在野进入一个全面的反恶霸，因为我们现在全部变成防守方嘛，那你看一下反恶霸，你不管说过去大家也许在。口角或在互动上有任何的局域，那可是现在大家一并对待这个恶霸的时候，一定是团结在一起嘛？你看秦慧珠、秦姐，对不对？跟巧芯在一起，好不好？这个演出的剧是儿童剧《花木兰》，这画面多好看啊！我说真的，这就是这就是支持想看到的团结。大家可以看到，过去2天在脆上面在社群讨论最充分的，就是 Grace。去参加徐小新的礼说明会，
我必须讲到底为什么民进党要这样？为什么民进党要把 Grace 逼成这样？他压力好大，他还要去到现场，就去到现场说徐小新没有不适任的理由，你做得很好，徐小新做得很好，所以 Grace 到底什么压力逼到你说，其实你没有罢免徐小新的理由，而你必须要到现场去跟徐小新，然后讲说徐小新好棒棒，那也太拼了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对 Grace 真的不公平。好，我帮 Grace 讲。第三今天 Grace 在友台还落泪，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压力是怎么样。是林右昌你自己可以去花莲，你去走你的，你是党主席嘛，你要去秘书长，你要秘书长，你要去那个面对傅昆萁或对花莲，还是今天党务的干部副秘书长，你要今天去哪里？没有问题，你要发起的恶霸，你自己要承担，不要叫 Grace 去到徐巧芯的里民，然后现在还讲说我是代表120万的这个所有罢免人，那这个话锋一转，没有啦，我只是代表我个人。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在现场的压力多大，他现场必须要支撑大罢免的柴火嘛。所以我今天这一段真的是很帮 Grace 讲话。民进党，如果你发起的大恶霸，你就自己承担，不要让这些名嘴或侧翼承担这么大的压力。领导，你凭什么讲 Grace 去是我们民进党的？我们叫他去的吗？你有什么证据？没有啊，他看起来是你民进党发起的恶霸。关婷，你民进党发起的恶霸。而他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去到现场，必须要把这个柴火继续。我今天没有说今天一定是林右昌叫他去的，或赖主席叫他去，或是冠廷叫他去的。我今天可以说的意思是说，大家为了撑这个柴火，撑这个热点，撑这个收视率，还蛮辛苦的呢，真的蛮辛苦的呢。我回一下了，就第一个那个 Grace 我等下回我先回到林涛，你刚才前面讲，我大概了解国民党的策略了。就林涛讲完，其实是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就是他们现在面对一阶死人联署很多，然后面对二阶，现在他们罢免公民团体罢免国民党的二阶很多都过31席的这件事情，他们现在就是开战嘛。那没有要检讨之前在立法院的表现，这看起来是确定了，所以他讲说中央你们在执政然后这个你们检讨我们了，就看起来战斗他们态势是这样。所以我跟观众朋友结论我就讲一个这一题。国民党现在没有会做任何事情降低要罢免他们的同意罢免票的人，没有要这样做，他们就是只在吹，就是不同意罢免要吹出来，这个大家就确定。林涛讲完，加上徐小新看那个话，然后不支持议长的论述，这个就确定了。那能怎么做？那就是两边一定是火拼嘛。林涛讲完，加上徐小新看那个话，然后不支持议长的论述，这个就确定了。那能怎么做？那就是两边一定是火拼嘛。第二点，你既然先讲 Grace， 我还是要回一下Grace 这件事情，我认为就是对于 Grace 而言，这一场所谓的去踢馆，当然是让徐小新捡到枪。因为在蓝营的社群会很嗨嘛。就是可是徐小新这一场过程当中，也知道徐小新他掌握住这一场，他把它当成是一个 Grace 当成是个重要的猎物，是精心设计的。他在一开始把 Grace 贴了2个标签，刚才林涛在引用的过程当中也用这种论述，这论述是一致的。就第一个 ，Grace 他说他是徐小新那边的选民是李明，他第一个认为他不是李明，他直接指出说，你曾经在几月几号哪一个政论节目讲说，你是这个罢免团体里面的什么什么角色，所以你是罢团，你负责的，对，一共他负责嘛，所以你不是李明。第二个，他把说你是绿营侧翼 ，Grace 傻眼嘛，我怎么会绿营侧翼？他直接在现场直接讲说，你之前在许淑华选举的时候，你曾经帮他站过台。我先讲这2个连结都有点牵强哈，为什么站台就绿色，但都无妨。但这2个结束之后，后面就变成说，好，我对的人不是公民哦。然后呢，现场当然 Grace 有他没有准备好什么这些地方，可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现在回来还是分析徐小新在想什么。徐小新不是笨蛋。徐小新，请问那一些刚才林涛讲的那个跟 Grace 的这个对阵的这个过程啊，请问会降任何一票本来要罢徐小新的人吗？我认为不会。可是因为蓝营的支持者或者徐小新的支持者有捡到枪的，就会增加他投票率。他们是已经设定好整出就是这样，所以接下去大家没有在讲道理了，两边就火拼啊了，变了呢。我补充一下，我补充，
其实这个也不用说是什么徐小新设计啦，我们没有那一个力量去邀请，就是硬要 Grace 来，是 Grace 要来。如果是我设计，应该是谁他来吧？不是，是他前一天说他自己要来，这是第一个，他的主动。第二个呢，因为他过去穿那个铲除小新的那个背心，其实站台好几次了，所以他当然是跟霸团有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这个是公开的资料，不是我。第三个，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好。他现场问说：“小新，那个军人的福利可不可以提升嘛？要保护国防啊。”小新说：“那是我提的法案啊，军人福利就是我提的法案。”哇塞，那所以才会接下来 Grace 说：“那我觉得你做的很棒。”他的逻辑是这样，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设计的。来将军，我补充一下Grace 礼拜六嘛，他去完之后晚上就跟我同台。其实我们有跟他几个建议，他本来隔天还要去，礼拜天还要去。那我们给他建议是：第一个，我说这是人家办的反罢免场，我们说你不该去，既然去了，你也不该上台，为什么呢？在 schedule 里没有你啊，没有排定你要上台啊，所以徐小新把他请上台，我说你上了台，你就入了他的圈套了啦，不该上台。第一个 ，Grace 哥没准备，他没有准备要上台的，他是要听的，要听徐小新讲什么。可是你被他请上台之后，你就被动的必须要回应嘛，你根本没准备嘛。那台上面4个名嘴都是徐小新友好的啊，4个打1个，不要说 Grace， 在座我们任何一个区都打不过了，4个打1个怎么打？没有办法打，而且你没准备嘛。那第三个我要讲国民党现在失败的状况就是以霸制霸，确定失败了，以霸制霸确定失败了。那如果按照军事决策来讲说，这是一个战略的错误，就是当时一开始不应该叫以霸制霸。以霸制霸跟反罢免两回事那个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以霸制霸是你霸我1个，我就霸你1个或霸你5个，这叫以霸制霸。什么叫反罢免？反罢免是充分的降低仇恨值。反罢免是不只是要催出我愿意出来罢免人来支持我还要催出什么？催出原来同意罢免让他变成不同意罢免，这才叫反罢免。所以我才说这个以霸制霸跟反罢免是2种完全不同的战略。那么现在呢？当时国民党采取的叫做火车对撞，以霸制霸。那以霸制霸的方向是什么？第一个打绿，我才不管你霸团呢，我毛起来打绿，我毛起来修理赖清德，我毛起来就把它变成政党对决，这叫做以霸制霸嘛。那最后这个决策是失败的，以霸制霸，因为现在15个大概应该不会过。以霸制霸当初应该还有一个逻辑啊，就是攻击是最好的防守。对，你某种程度去攻击，而且如果真的。当初能够民进党的15席，如果都能够挂到3阶，有效果。最起码，对民进党来讲的话，要分兵很多吧？顾自己的人应该很重要。是，如果那15席能过得了，那总要分兵去照顾自己的人。然后你现在民进党是毫无后顾之忧嘛？他一定是可以全力去那31席里面，今天媒体上面还有什么重点区域，包括花莲，包括哪几席是重点区。民进党自己不要说霸团已经开始跟民进党之间，像那个曹英成为什么要跟林右昌要谈，就3阶该怎么合作？也就是说，当你一个毫无后顾之忧的时候，你可以所有的调兵遣将全部用，像卓冠廷就不知道可以跑多少地方。可是如果有15个是民进党的要被罢，好歹要守一下自己的吧。可是眼下来看，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嘛。那到现在不要说11了，剩下那4席，你告诉我高雄那双霸节，前一阵子的那段剧，就是连那个领衔人的爸爸，连那个服务处那个就是联署的地方，对吧？就全部都收了，全部都弄。就是这些国民党现在，林涛刚讲的是，国民党现在我们那天在讲，如果15席都没过，对国民党也不见得好了，反正路已经走到这儿。那个也不见得完全坏，为什么？就只有权力守啊，也不需要再去想要不要罢别人，有个1、2个，那搞不好还要想要去罢别人，算了吧。那现在就全力去守就好了。不，这个由攻转守，没那么容易。我说实话。就是你当时开始是打算是火车对撞，将军，那不是容不容易啊？对，不，这个是现实，现在不得不这样，只能这样做。这叫什么？这叫被迫转攻为守，这叫被迫。那被迫转攻为守，你变成说你当时要采取攻势的时候，你不是没有打赢而已，你连炮弹、炮车基地都给人家收了，是全部被收走。所以我才说这个攻击不成所受的伤害，比你一开始就采取所谓的阵地防御或是机动防御，这个伤很多。另外我讲Grace 这件事情，有没有蓝营有没有得分？徐小新有得分，我觉得有得分。所以为什么 Grace 会难过他难过的不是说被蓝营的支持者打，
他被蓝营的骂，他不会难过了。就像你看我被习近平通缉，我有难过吗？那我高兴好几天睡不着觉。对，他被蓝营的支持不会难过，是因为有一些台派的认为说 Grace 你不该去，他是这样才难过。他难过是在这里哦，是被自己人不谅解。所以 Grace 今天有发言，他说我坦然接受了我自己的决定，我会坦然接受，但是我不会退缩，我会继续往前走。这是他难过的原因。但是我讲这件事对徐小新有加分，我告诉你，事情是一体两面，有加分就有扣分。你说，你们现在针对包括戴兴主委长那一块，就是要不要在就是一接连署的就有出现这些司法案件的时候，需要做一个整理或检讨吗？还是其实过了，那反正后续再说吧。现在先打完3阶以后再说。对，五哥我要很实际的讲，因为现在像我们桃园将军也都了解，就是每一个活动中心每一个晚上都有办那个宣讲。OK， 那其实很多的好朋友他到现场，他是不晓得过去有这一些纷纷扰扰。因为一般的民众在政治圈来讲，他当然会知道谁被罢谁没有被罢，几比0。我们的所有的一般的在扩圈外的民众，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来。那今天我们要告诉这些市民，就是说，今天全面，你不用说这个你要投同意，这个你要投不同意，你就是今天，你就是有一张，它是共同的文宣，叫做不同意罢免。还有李明拉着我说，你那个同意不一定要小。不同意不要大，你只要原版的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单一的宣传，大家会支持你的。特别是为什么？因为桃园在2022已经有一次了，就是说你过来打这个张善政的负面选战，后来我们说我们挺善良，我们不希望这个城市每一次都在政治的仇恨。在2025年的非选举年6席耶。不是1席立委，是6席，等于全桃园又被锁定要政治仇恨，所以在这个层次，在这个逻辑来讲，其实反恶霸从现在开始是有机会的。可是5个问题，林涛还是没回到讲议长戴锡清2个课题，他认为要道歉2个主体，一个是要跟张克敬道歉，一个是过往的疏失要道歉。我跟你讲，你们要听你们议长的啦。这个事情是这个，我没有这么良心这么好的对手阵营了啦。我跟你讲，你们以为这个没有？我是认真讲。你知道你们现在交保跟羁押108人，就这件事情你们不能再推给像柯文哲那样说推给检察官什么，这法院压的，然后认为说有问题，然后。台南的起诉书也都出来了，如果我是检察官恶搞，那早就被骂翻了。现在连龙介兄都说，如果有人要接的话，我愿意辞掉这个党部。就是，然后国民党搞到你们自己的领衔人已经过世的妈妈2张在里面，你们道义上好想跟人家道个歉吧？这道义上法律上是108人交保跟羁押，完全可以翻页。所以林涛兄刚才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我们就是开始往下拼。我没有写，反正你们要这样子，我尊重。我回一句因为其实冠廷在前面讲到议长的时候，我已经第2点就已经回了，没有选举的人的任何的批评指教，但是他个人，因为你还要看这些被罢免的立委是怎么想，所以我前面都已经回过了。第一个，那说 what， 重点是这些被罢免的委员嘛，就讲得很直白嘛，谁是这一次在选举的人，谁讲的为主嘛。第一个，第2个呢，现在的中选会送到最高检的，我一直讲这个数字，41件里面，现在还只有2件被传唤，其他全部都是国民党被抓。那过去这些罢蓝委的只有2件被传唤了，不是羁押，不是搜索，通通没有。所以你觉得现在我们大家会觉得司法公平吗？我跟陈玉珍去告过一次，后来尤浩跟徐宇珍去告过一次，even so far 没有任何案件是被搜索跟羁押。来，慧珍，那你这样不是肯定人家罢团的执行率非常好，100%？有56个死亡，你没读册，你课50分，50个死亡哎。不是，我是觉得有时候你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搞不清楚。你应该这样讲哦，就是说今天我觉得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包括这赵少康，他讲出来的是说，那个死了1-2个月就算，你死1-2年你也要 update 一下，他的意思是说可以抄，但是你要更新，这是重点吗？这不是重点吧？不是说可以抄吧？他的意思说，显然你更新的资料是不太对，不是你知道人家死，你就不应该那样。
但是他没有直接讲要这个样，对，是没有，你不觉得很荒谬吗？人家霸团是怎么样去取得的？人家是在摆摊，这跟你武戏谋戏没有关系。搞不好还有10-20年的嘞，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就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从头到尾就只是想抄。你们只是想怎么样抄，不要抄到死人，而不是像霸团一样是老老实实去摆摊。如果你的想法一开始就是老老实实去摆摊，根本就不会有死亡联署这件事情。就算有可能是少数，因为就是刚好身体健康或者有一些状况，不会到现在是遍地烽火嘛。所以你们的检讨怎么会是说那个名单要更新？你们不是啦，正常来讲，你们检讨应该是说，我们应该脚踏实地，我们就像霸团一样，我们要每天开张，我们要每天去深入民间，我们要去市场，我们要去找到我们的支持者，我们要拜托人家出来签，不是应该是这样吗？我们要每天去深入民间，我们要去市场，我们要去找到我们的支持者，我们要拜托人家出来签。不是应该是这样吗？怎么会检讨出来结果是说那个名单要更新？但慧珍这样会不会？刚才林涛有特别回来，林涛讲说没有选的人就不要在这，因为也要被罢的人，因为被罢就这31个人，那其他旁边人的意见最多参考吧，尊重啊，那主要尊重嘛，最多以这3个。当巧芯他们说。现在检讨什么？团结最重要。那个有没有死亡联署？先翻篇吧。就是最起码现在万一检讨怎么办呢？会不会又搞出一堆大家党内的不团结？团结最重要。可是你刚刚讲像龙改今天出来宣布说，像林俊仁跟王定宇这2席，因为只到60%左右嘛，对啊，就不送件了。对。那当说不送件，但你讲说他跟他玩笑话，如果有人要来接，他也可以死。对啊。因为这个已经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会面临到除了第一个这3席罢免。到底会罢几个？对，会不会出现像游盈荣讲的，整个国会结构会改变？所谓结构改变，就是会不会变成民进党会过半？好，这是国会结构嘛。对。但是2026，你看一下，当媒体上讲说民进党接下来的重兵部署，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台中是谁？OK， 何欣纯。为什么是何欣纯？来，冠廷，台中出生的，为什么是何欣纯？他是我们台中县剩2个立委嘛，不是蔡其昌就何欣纯，对，然后未来呢？2026，不要等提名了。OK， 然后新竹是谁？对，林志杰。为什么是林志杰？我的意思是说，绿营现在已经把这些包括这个3街霸的人，他摆下去要去负责的人都已经想到2026了。对，蓝营呢？蓝营龙改，台南谁要选？2026。对啊。屏东。谁要选？是苏清泉。对。高雄谁要选？柯志恩。对。嘉义谁要选？王玉敏。这4个都是。王玉敏今天就出事啊！他的对，那是他主任啊。对，他的主任被收押嘛。这4个都是党部主委。对啊。我就说这个已经是联动到这个样子了。所以小虎哥现在情况是这样，大家都会31-0，然后大家就在笑那个国民党这个部分，然后说你们要检讨。可是我就问你怎么检讨？你看起来是这一次31-0，好像画下句点，就是这什么16个绿委没有被罢掉，所以15个等于是画下一个句点。他是司法战的另外一个起点他们现在是因为就是说研会嘛，所以你到7月底没事。可是7月底之后呢？然后你现在党部主委、副主委，主委还没压，那是因为他们是立法委员身份。副主委压了几个，新北的，还有那个黄吕锦如也压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补选啊？这些都是选举时补选时，2026要选举时的大将你所有的这些大将全部都被压了，那你怎么选？所以这样现在都是徐小新说那个团结最重要，不要检讨。好，那我就问你，真的检讨朱立伦？朱立伦2手一摊说好啊，那我辞，好不好？我引咎辞职，谁接？3个副主委，夏立言、莫扣林嘛连胜文，你说副主席副主席对，连胜文接，这看听起来不会是个加分吧？另外好像是一个我不太记得，对，市长。嘉义市长，对，那他这样接，我觉得可能也他的知名度或者是他各方面的可能也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就变成是你怎么检讨？你检讨他辞了，那反而谁接？所以他们现在就变成一个状况。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出来，就会开始检讨人是谁，感觉上好像是跟中国比较有，比如说邱毅直接就说你朱立伦你就是要负责啊，你怎么可以不负责？对不对？邱毅之类的，而且还有谁？我跟你讲，眼睛都呆了。
中评社，中国的媒体竟然很关心我们这个他在5月20几号的时候讲了一句，朱立伦就是联合报那个新闻嘛，他说朱立伦说有意交棒，是不是以退为进？那是5月27号报道。6月7号还是6月9号最新的报道是什么？朱立伦连任这个党主席之路已经去了一半，他超级希望朱立伦不要连任，那为什么？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其实刚提到这个能不能检讨，很多人想要检讨，可是你检讨之后，它就变成是非常棘手，你后面变成真的就是群龙无首，一群散沙。刚刚那个就是对林涛讲，新北主委你又没有选举 ，so what？ 不是只有讲他讲说话的，讲到那个党主席的那个候选人的时候，洪孟凯不是说 I don't care， I don't care，I don't care， 抓狂起来 I don't care， 为什么？因为我起码是第一个，我是打第一线的，我自己保不保住我都不知道了，我管你那个谁能不能当。所以现在那个洪孟凯人家是有一点实力的，他不需要最高票。对啊，他不需要党主席去来帮他，他叫妈赶快出来救驾。所以情况是变成有本事有能力的自己赶快找生路。至于你要不要检讨这件事情，可能等我自己先泥菩萨过江之后再说。2件事情哦，就是刚才这个姐提到的。好，就有一些在批评党中央，或是一直在抓着主席打的，光谱上真的比较偏某一个颜色啦。我确实也是有这种的味道在那边。第二个呢，保皇派出来了。没有，第二个我要讲，因为我跟戴习新议长，我很尊敬他，我跟他很熟，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对不对？我们跟孟凯也很熟，所以我的意思说，大家会觉得，哎呀，检讨也好，或是说你有各种意见，通通都 OK， 那我们也很尊重。但重点是。开始打战了，7月开始打战，整兵重新开始。可是你不能这样讲，你们这样讲有点过分，因为这些人现在是在被羁押当中，108个人是羁押跟交保。对，这些人为什么现在会轮到这个地步的？难道不是你们党中央有人下令吗？我刚才的第3点，其实前面就讲了，检讨不用急，一定会检讨。怎么样？不，因为这2个轴线，司法跟罢免是同时进行中。对啊，这2天最新的新闻，嘉义的那个党部主委，书记长，党部的书记长坦诚自己不实抄写，然后后来是王玉敏的主任一样被羁押，就是说这个新闻会一直出，因为随着司法的调查的过程当中，你会知道哪几个县市又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不实抄，就是抄的状况。我要提醒，不是只有台北市议长跟主委这样讲，我觉得我们新北。蒋根煌议长什么时候讲话？这时候跳出来讲说，朱立伦应该要召集党内大佬共商策略，党中央要有带头作用。这个其实蛮重的，就是为什么讲党中央要有带头作用，就是觉得党中央不够有带头作用嘛。第2点，游淑慧责任要往上，不要往下。再来那个有那个刚刚讲的邱毅讲说朱立伦最大战犯，问题出在本人是，我是说这个是国民党内的不同声音啦。反正国民党要怎么处理，尊重你们。来，任君，国民党是一个很奇特的政党啊，就刚刚这么多人批评我现在不是在座的来宾啊，是蓝营的很多人批评，大家看完都知道都在骂朱立伦嘛，但没有一个人敢明着讲朱立伦嘛，因为很简单，党内的那一些从政的人，他们都知道问题，其实是因为朱立伦从头到尾他的策略是失败的，但是之所以这个时间不敢点名，我认为还是跟党主席选举有关，因为朱立伦规划的时程确实很尴尬。如果按照他的时程，7月公布，然后8月这边领表要干嘛呢？弄这些东西，搞不好没有其他大佬愿意接。朱立伦的棒子从左手交到右手而已啊，因为没有人会参选。任俊，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有一篇报道，说国民党为了这个大罢免的过程，党工有被羁押的，有被交保的，国民党中央已经烧了大概快2000万了，媒体报道的嘛，因为律师费嘛。对，律师费，然后接下来讲说恐怕一路下去要破亿呀。就是光这些律师费都是个非常，这个报道某种程度是不是有在告诉你，党中央不是没做事，不是不顾自己人呐？我都花了2000万，各位2000万律师费很多了吧？我都已经花到这个样，你们大家一天到晚批评党中央不做事，那某种程度这个报道是有啊，是有这篇呢。如果不出来以前，谁知道花了2000万？钱应该还没付，因为主持人是个善良的人呐啊。就是说，你现在告诉大家讲说，因为这个报道是讲说这个党中央不是没做事，他们帮这些人做了很多的。那下一个要接党主席的，
那你要不要接下来继续筹这些钱？要破亿啊！这跟当年什么吴敦义说哦，你看哦，我一个月3000万，哎，没事，你放这新闻干嘛？这不是你党主席该做的吧？但问题是你有心问鼎党主席的人，你要不要思考？如果我今天要，那这您刚刚说多少钱啊？20亿是吧？还是2亿啊？破亿，现在花2000万，20亿律师费，不是各位。不得了，律师是个正义的行业，没有那么多金钱上的问题。我为什么会突然金额闪过这么多？是因为国民党还有多少人会牵涉到案子里面，没人知道啊。这就回到了其实426的这个活动，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活动。为什么？426那个时候在号称要司法正义，觉得被迫害的时候，请问在当下国民党多少人被约谈？应该不到20个吧？20个、30个了不起，好不好？现在说有多少？从426之后到现在，刚刚提的人数是108。光羁押，对，羁押跟交保108条，梁山伯好汉啊，刚好。对国民党来讲这是好汉吗？没有人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因为还有案子还没再办呢。是原民的那2席，你们要罢的那2席，对不对？那个国民党立委原民那2席会不会牵扯到党中央？哎，那是卢先一自己讲的啊。那个党中央很体贴我们啊，过年的时候不会让我们为难啊。我哪知道2000多份会有1000多份出问题？是因为中选会审查太严格，后面那一句可以放掉，因为我要转述一下他的说法。所以就没有人知道国民党现在在这一战里面会再面对到什么状况。可是没有人敢批评朱立伦，那些党籍的人士只敢讲说哦，我们怎么样，我们怎样。你就明讲朱立伦很难吗？很难。因为如果朱立伦继续当国民党党主席，未来的提名权这些东西，朱立伦会没有任何相关吗？可是任俊现在该怎么样？如果像国民党现在一定要清理战场嘛，就是把前面这15个过去的一定要尽快清掉，是全力打31席的这一仗嘛，这第3阶是。但是这2个之间，好了，如果从冠廷你这样刚刚讲的这2个，你可以同时做吧，就是包括要清战场，要不要道歉，要不要什么，但是跟团结不影响。林涛的意思，检讨一定会有，干嘛一定要在这个节骨眼下去做检讨呢？那难道不能够让大家先团结一致，先把这件事情先翻页过去，面对的都是对面，然后等到第3阶打完了，就是套一句林涛的话，该检讨的一定要检讨，该负责的一定会负责，就是这样。不行吗？这就跟败选之后提出的检讨意思是一样的，但能够有实质多少的意义？其实我老实讲，败选检讨从来没有意义，每一个政党都一样，因为结论已经出来。这就我刚刚提到说，国民党为什么现在要翻页？他当然要赶快翻页啊！为什么要赶快？我们不要再看过去，因为那一段对你来讲是最难堪的嘛。今天这一些人108个人，对，都是国民党的党工哎。你们自己都知道被团灭了。好，朱立伦丢出一个新的话题，叫做什么？我们区域联防，县市首长，台北当然是蒋万安呐，台中当然是卢秀燕呐，这是他点名的啊。结果他今天叫大家顾立委来看一下，朱立伦喊话要保护立委，侯友宜说什么？我保护新北市民，你保护一下叶元之很难吗？他也是新北市民，他也是，层级落差很大了，你知道吗？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对于立委的这件事情，怎么好像大家能不碰就不要碰？这不就是朱立伦在过去一大段时间最被批评的？洪孟凯为什么会讲那一句话？如果今天国民党的这些立委有感受到党中央当时在一开始的策略是要护住党籍的立委，他不会做不到因为国民党最大的那个最被争议的地方在立法院。如果今天国民党的这些立委有感受到党中央当时在一开始的策略是要护住党籍的立委，他不会做不到因为国民党最大的那个最被争议的地方在立法院，而立法院在过去一段时间是透过党团的运作，导致到他很多的议案是我今天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朱立伦，你没有试图想要约束过，也有啊，你有叫那个不分区的立委啊，对不对？不要这个在搞事情啊，然后后面就补一句，大家不要没事打电话给我啊，就你切割的太清楚了。那这个清楚的过程，让这些国民党的人，我说实话了啊，刚刚林涛兄讲的那一些因为他讲到说过去怎么样他谁防御成功了啊，那个叫做过去。我们现在在看的叫做现在跟未来。国民党现在最不面对的就叫做现在啊！你不要跟我讲说我们接下来跟你讲说我们接下来3阶的时候，大家出来动员投票。
我必须讲实话，我们一些国民党的这个比较蓝的朋友，其实他们真正灰心的不是什么民进党什么司法迫害，不是政治打压，而是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的那个反反复复，再加上你有很多的作为，是让你的支持者觉得啊，我现在跟着这个党有什么希望啦？如果今天这些立委你也拿不出一个方法护不住他，然后你今天跟我们讲说我们3阶再来投票，然后大家出来挺他，请问你告诉我挺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是挺立委还是挺住朱立伦？我觉得这个是民间很明显的一个声音，所以我反而这样觉得了哦，就说国民党到目前为止，当然他现在非常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在这个3阶的部分哦把它拉上来，可是问题就回来了，你最大的落差来自于是。罢免你要去罢免人家那个1%跟10%，其实我真的必须讲，就政党来说，真的全心要动员不难。而对于国民党来讲，从一开始的走偏到后来，看起来国民党的党中央是采取一个，不干我的事啊，那是你们罢团啊，他不能怎样。我觉得到最后荒谬的是那天市北区那个，坚持要等到最后1分钟看张克进要不要出现。哪一个正常人会这样做？我讲实话，哪一个正常人会说，我就是逼你到最后1秒？刚刚讲到说，那个赵少康这个先生说，一般正常人不会这样啊，你既然答应了就答应了啊。那我就讲，如果赖宜任你都已经告诉全台湾、全世界讲说，你那一天在北检就有看到他妈妈被人家死亡联署，还看到2份，你说你感同身受，突然到了送件那一天，你说我就是站在这边等到他最后1秒冲出来。你告诉我这个的落差在哪里？我觉得有的时候，任俊那1秒钟，他应该不是真的寄望张克进会出现嘛？当然他就知道不会出现嘛，大家都知道一定不会出现嘛。但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所有的戏份演出了？那我讲真的啦，就是做戏做到足啦。但我只是觉得比较难过啦，就是说政治当然有时候啦，政治是有很多算计，但我觉得政治还是要有人性。这一次为什么那个死亡联署引起这么多人的反弹？因为它超乎了我们对人性的这件事情，也就是如果你已经发现到了我觉得到市北这一区是已经超越非常多了。就是过去大家在谈死亡联署，老实讲，那是一个名词，在座不会有什么感觉。直到张克进的那一个说他的妈妈被人家连署2次。我相信这是一个具体的，因为老实讲，在过去有谁具体讲说什么啊？我谁什么没有哦。而这个发生在罢团的领衔人身上，而很遗憾的是，到了那一天，居然还有人在等着他最后1秒钟能够突然出现，说好吧，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躲起来。我不懂，就是说蓝营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的那个操作，他跳脱了政治。但我也必须讲，有很多东西其实违反的叫人性啊。这样就要简单。我简单补充哈，其实赖以任为什么等到最后1秒钟，他要证明一件事，我没有失败，是因为他不出来我才失败，他就要证明这一点而已。可是你想想看，一个年轻的党员到了最后1秒钟还在消费资深的党员，最后1秒钟还在消费张克进，这不应该啦。你要就一肩扛。另外讲到国民党面对这一次的罢免有没有急？2种人很急。第一个就是自己要被罢免的那个人很急，第二个不要影响到我明年选战的人很急，这2种人在急，第一种人不用讲了，31个立委嘛，面临到马上被罢免。第2种急的人包含哪？包含明年要连任市长的急不急？蒋万安急不急？急啊！如果5个人被罢免掉1个2个，他明年难选。张善政也是一样嘛，都也会急。另外就是议长，地方的议长会急，因为如果这个罢免的风潮一直烧了以后，会不会影响到明年地方议员的选举？所以议员也急啊。所以很多议员站出来，他的急的方式有一种是积极帮你做反罢免，另外一种是很轻的推。为什么？我再次强调，蓝营的这个地方的议员，如果你光凭国民党的配票，你是当选不了的。你要吸收很多中间，甚至有一些它的属性不见得是国民党。因为你服务的性质而投给你。那如果你在这一次的反罢免太用力，这些人会跑掉，他可能会落选，所以我才讲国民党这2种人都在急，一个是自己，一个是明年要选举的人，但是急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你在地方去跑我遇到的人比较特别了，林涛遇到的都是比较支持国民党的，我遇到的都有，我要告诉大家，这次的罢免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安全的，一点都不安全。进去帮你支持你的人说我支持你不同意，出来就跟我讲说我有去联署，我都听到好几个，所以我才说表面上的形式你不要去相信，
你要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所以我说这一次的罢免投票3阶开票出来会很精彩。范老师，两个议题，一个就是对国民党如果把第一阶段那个翻页现在不检讨，应该是说这样的做法对于他们在3阶要守住这31席，会是正面还是负面，还是根本毫无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要罢免的那个投票意愿非常高。当然，冠廷讲说，对于现在听巧芯或林涛刚讲，蓝营现在的策略就是把自己的投票率想办法不同意罢免的投票率尽量往上拉嘛，因为所有的民调看起来都有差距嘛。如果要是把那个翻页的那部分都不管，就是那所谓的有没有死亡联署都不管的话，到底会有产生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另外，对蓝营现在来讲，有一帖药一定很好用，蓝白合。苑之跟黄昌不是一起去，包括在板桥的视察啦，或者什么所有这些吗？所以像相关所有这些来讲的话，对国民党来讲，那个翻页吧，我就先不检讨，但是我蓝白之间大家踩住这一块，某种程度是不是提高他们的胜算？我觉得赖习清说检讨，我觉得他是出于他真的对这个党的爱。我觉得因为2届已经过了，国民党现在是被剃光头，31-0，这多难看啊！这难道不用开一个党事会议，然后做一个充分的检讨完之后，该处罚的该处罚，该记过的该记过，该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因为你对党的伤害太大了嘛，该下台的下台，该请辞的请辞，完了之后，我们为了第3阶段，我们重新出发，这样能够振奋士气嘛。范老师，第3阶段可能如果6月20号中选会开会讨论。然后开会讨论完以后，如果定案以后40天就要投票，他会不会很快就投了？他们现在会不会蓝营会讲？不是，如果该下台下台，该请辞请辞，该什么，没人嘞。不会，国民党还有赖以任，对，还有这些李孝亮，对不对？你年轻的心血嘛，怎么会没有人呢？对不对？苍苍后浪推前浪，要对年轻人有信心，所以你今天才能够振衰起弊嘛。你说从这个死亡联署到目前为止。国民党有几个人被收押？我现在算了一下，19个。本来是17个，加上嘉义2个，这2个被19个。几个县市呢？本来8个县市，现在加个9个县市，快要环岛了。全岛的那个拼图都快拼完了。台北、新北、宜兰、基隆、高雄、台南、台中、屏东、嘉义，不得了！这个党罢成自己把敌人没罢掉，就自己损伤这么严重，这叫什么？这赔了夫人又折兵嘛。一个将军要把敌人给消灭掉，就不但没消灭敌人，就自己将领垮了，一大堆人都牺牲掉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战略的一个高度的错误呢？那我刚刚讲过，国民党这些被收押的这19个人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那国民党造假的文化有没有传承？有传承啊！上个礼拜6，赖以任他去台北市选委会干嘛？你明明就没有领衔人啊！我常常讲这个政治心理学。今天如果我真的就找不到张克进，他还露馅，他说我前一天在张克进楼下等他。你跟张克进都是被告你们2个要串供吗？他露馅了，你知道吗？他既然这样讲，那你如果说你不方便出面，全党找1人，张克进为了我们罢免案。朱立伦亲自每天在张克进楼下等然后他能够去的地方，好像说像是他常常在苗栗嘛，我们也去苗栗等，去你们就是要等张克进出来，你是领衔人一定要出来，所以他明明知道张克进那天不会出现，他也没有张克进的身份证，他也没有他的委托书，他为什么要拖那个纸箱跟车子到台北选委会？你觉得他的心理是什么？就2个字：作秀，就作秀嘛。我明明知道不可能嘛，他也是，所以我会说，没关系啊，张克进没来，没关系，我们不要领衔人，我们给你优惠，赖以任我们就可以送件，有可能吗？明明知道是不可能，300%不可能的事情，他还要拉着那个拖车，然后带着纸箱到台北选委会，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自己在最后一个，可能明天我们就不讨论他，我们今天还讨论他，我们对他够意思了，对不对？那赖以任感谢我我今天讨论你，他只要为他最后的一个舞台。来发光发热嘛，但是你做真一点，那他要表现出什么？你罢团有拖拉车，我也有拖车；你罢团有纸箱，我也有纸箱，我都有，表示一个形式上我们跟你们的罢团是一样。可是你拉起来拉得太轻松了，罢团说你那个车子如果摆那么多 A4 的纸箱，不可能轻轻拉，因为很重。你里面表示什么？没有满满的联署书嘛。
那你要怎么装？我没有了怎么办？放砖头都可以吧？你放个砖头，看起来哇好重哦。因为霸团每次拉都很重啊，那一车子要拉那么多的 A4 的纸箱很重啊。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台北市议员林信娥给赖以任2箱也是 A4 纸箱的的这个2000多份的这个联署书，照理来很轻松的，哎呀，弹指就给他了，单手这个应该是有练过什么国术或什么的，否则像我拿一个纸箱，如果是装满的这个 A4 纸。我要拿起来都拿不动啊！你那是身体的问题，不是几区就不要大家都你怎么可以讲别人的？你那前面那只是推论，因为我这个医生有告诉我是高度近视啊，我1000度不能举重物，会视网膜剥离。视网膜剥离，所以说我不能举啊。那但是呢，不要简称不举。但是这个情况就是什么？这个你连这个作假，你连这个2个纸箱，你用那么轻松的给，那霸团现在看破了嘛，手脚嘛，里面搞不好是空的，搞不好根本就不是没有联署书嘛。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连最后一任赖以任还要演这一出？那我觉得表示什么？是这样的。前面那个啦，对你说重量这么的那个是有一些霸团或您的推论，这个当然更是尊重。但是你说最后那一幕会不会？我们换一个这个画面，摆明了就不是给范老师你看的嘛。对，最起码对支持者或什么会不会觉得人家也努力到最后一刻了？要不就是好了，有些人就真的像讲说是不是真的领衔人不来，要不然就讲你看吧，选委会。人家好歹都已经送到这，他也不知道制度是怎么样，会不会收，反正就是这样。人家弄到那一段，就是最起码如果现在看起来，冠廷老讲说，所有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吹3阶，把所有的支持者的支持度拉高，就做给他看也可以吧？不，那这叫什么？按照中共他们理论叫务虚主义你就是不是务实嘛？好，那你今天如果说我里面真的就是扎扎实实一票票的联署书打开来，让给大家看，唱票，某某一票，表示我们真的有做扎扎实实的联署，这样子党员会士气更正嘛。我们的年轻人是有希望，我们的赖以任对不对？李亮几天没讲都忘记他名字了，他们是真的是跟民团一样。就是在街头，我们就成果给你看，所以我们没达标，我们双无没达标，一个是领衔人不见，一个是我们数量不够，但是我们起码做到我们能做到，我们尽了全力，这样党员会觉得这些年轻人是有价值的。可是你敢拿出来吗？你不敢啊。所以我那天礼拜6那天下大雨，我很怕他们把那个联署书拿到那个台北市选委会，我很怕那个下雨太大，把那个纸箱给弄湿了，它破掉，弄出来一看，哎呦，这什么东西啊？根本是废纸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振奋，就是说没有错。我们虽然条件不够，我们资源不够，我们照联署。我们今天虽然这个要罢这个吴沛憶的数量不够，可是我们这么多都是扎扎实实的，这才能够展现国民党的希望。就我连这个都不敢展现出来。可是范老师那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因为有各自的问题，所以他不能把那个拿出来给大家看。我觉得霸团讲的那些，就大家会质疑，就看画面，有很多人在质疑那个重量或者什么。对，这个我都会被比较啦。对，一定会被。我平常讲，因为那个罢免，大家看到霸团摆摊，然后所有那些过程，大家看到很多这些，那只是因为范老师讲那个，我有想过了。我想，那最后那一天要怎么样来证实它里面真的是这样的？可是因为真的没办法秀出来会有各自的问题。小虎哥果然是律师。对，你是故意陷他们，对，拿出来。对，可是那个过程啊，凭良心讲，因为你在最后一天还是要做到那样，一定会被很多人拿出来做比较，那个比较是一定会的。对，一定会。可是他选择的还是要最后这样子算一发。没有，这个算法是真的，就是说。27290分什么概念哦？就是全世界只有赖以任讲了算，大家同意吗？对。不，我刚刚说270万份，你也不能讲什么，因为无法验证嘛。因为我打开就泄露各资了嘛。那所以大家外界都会质疑嘛。范老师刚才讲的说，举起来感觉没这么不应该这么轻，是一个。那另外也被比较嘛，比方说之前林思明的26414，差不多跟27000差不多，是下面这样子哇的联署书啊，这个是选委会认可，新竹县选委会认可这个数量。那也认为是这个数量。那我要提的是后续的哈，
这个事情其实就这样，大家笑一笑就结束了。反正你也致歉了，说责任都你大，你也帅到了嘛，就无论要选议员，还是说国民党认为你给我小就后都很好。赖任遇到这个网络上有网友质疑这个贴图啊，他又回了一篇，他就说：你们民进党那个罢哪一区我都忘了，罢哪一区？那个罢免团体啊，民进党你们的那个也没有这么多，就继续引战。然后那个台中那个杜承泽医师啊，然后就忍不住，然后又回他一篇。所以我现在赖以任无论如何，我认为他是最大受益者啦。说真的，他知名度得到了，然后因为对照这个领衔人士不见，无论什么原因，然后他最后讲说：哎呀，那个我负最大责任啊。对照国民党现在有一些人要求党中央高层负责，没有啊。那他说我负责，拍谁我还是要吐槽，你负责叉责啊，你根本什么责都没有，因为你根本不是领衔人。但是以讲话来讲，他讲到了，然后知名度来讲，他也赚到了。可是刚才将军，我们刚刚讲到，对蓝营来讲有一个很重要，因为范老师刚才前面主要在描述的就是包括那所有的责任啊，包括到底该怎么样。对国民党来讲，这些所有的做法到底目的是什么？但是刚刚讲到，因为白营对国民党很重要，要不然岳元之也不会跟黄昌一起请去什么视察板桥啦，或什么这些啊。所以对他们来讲，巧芯也是讲啊，白营是对他们来讲反霸的东风啊。叶元之跟徐小新一定会重视民众党。徐小新如果没有当时柯文哲的支持，徐小新选不上立委。他连费鸿泰那关都过不了。他在民调能够赢费鸿泰，是因为有柯文哲的加持，所以他才把费鸿泰给淘汰掉。初选过，那费鸿泰也甘愿嘛。那他就选。那其实那一区只要国民党推谁，原则上一定会上。所以徐小新是因为民众党而获利。别忘了，徐小新在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柯文哲吃早餐嘛。然后他拍了一张嘛，很开心。对，所以对于他讲，民众党是徐小新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那叶元之现在也是嘛，叶元之他现在他要中间选民啊。现在国民党一直误判了一件事，他们认为民众党是属于中间选民。这件事情是天大的误会啊。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民众党的主席是谁？叫柯文哲。柯文哲跟黄国昌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的支持度是天差地远欸。柯文哲可以拿到300多万票，黄国昌呢？黄国昌在时代力量最强的时候拿多少票？他连第4名的不分区都补不上所以黄国昌跟柯文哲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把当年2024年选总统那个时候的柯文哲的民众党拿来等于现在黄国昌当主席的民众党，如果国民党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完全不一样。另外就是等一下将军，可是元之在节目的时候，我有直接请教过。跟他讲说，难道有很多人会质疑说，你不怕那个负面的仇恨值拉高以后，那反而因此要投罢免的票会比你因此吸引来的反罢的票还要来得多吗？元之讲得很直白啊，他觉得要罢他的人大概都已经出来了啦，就是黄国昌再跟着他在板桥走3天3夜，也不会再多出几张了。可是也许。黄国昌今天不是讲民众党的人一定会来援啦，或者什么什么这些，那只要对他来说反罢的人多一票，都多一张。他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叶元之到现在还有害怕就是多余的。叶元之根本不用害怕了嘛，因为叶元之被罢定了嘛。这不是我讲，他自己讲的啊，他自己说的啊。他说我从第1天当选立委开始，他就要罢我啊。所以叶元之不是他第1天是觉得人家罢，不是他觉得他被罢。真的叶元之哈，如果说国民党这么多，一定会进入3阶了，进入3阶投票会过的几率极高啦。叶元之极高了，你看到帮叶元之讲话，对啊，你怎么坐在旁边？跑出来旁边不讲话？不是因为其实当时候在选战最激烈，在板桥的时候，大家说，到底叶元之会不会上？叶元之会不会上？后来他还是凭他的努力，后来跨过这个门槛嘛，对，所以他当选。那其实就我了解，他跟这个黄国昌去看这些校园，因为这个冠廷也了解啦。立法院它是可以，教务委员会它是可以去地方去考察这些建设的，因为很多地方资源不是说今天都桃园市政府或新北市政府出钱嘛，它有可能某比例是立法院补助7成或8.5%，然后我们看是4成5成，大家来做比对。所以他今天去了这3个地方，有的是要修操场，有的是要运动中心，有的是要做活动中心。那我觉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其实你不管今天黄国昌来还是叶元之，还是大家会觉得说你好像在最后的冲刺或等等，可是它的内容都是为了孩子嘛，所以我觉得你再怎么样，你走了这段行程，能够争取到中央的经费到地方，这些孩子跟家长某种程度，他一定会对你有好感。没有，我要先回应了。这个叶元之要帮
学校、国小、国中去争取这些东西，当然啦，应该啦。当然是。不过我常常往学校跑，但是我从来都跟校长讲，你不要谢谢我，那都是你们的纳税钱，那不是我口袋拿出来的钱。我们只是帮你分配而已，所以不要谢谢我。那叶元之找黄国昌去有没有用意？笨蛋都看得出来，当然有用意嘛，就是要拉拢民众党的支持者来投他的不同意票嘛。这司马昭之心嘛，傻瓜都看得出来嘛。我够笨，我都看出来了，观众你们看不出来吗？所以叶元之是将军看出来，但重点是有没有用？当然没有用啊！但我为什么说当然？你觉得我为什么当然没有用？因为现在的黄国昌不等于2024的柯文哲。黄国昌是没有办法代表所有民众党的。所以黄国昌跳出来说我支持，跟柯文哲跳出来喊支持，那个力道是完全不同的。OK。我很钦佩那个于将军的人格，因为那个每次学校谢谢我都说还是蛮开心的。这第一点就是有帮忙争取建设啦。那第二点我要回来讲哦，叶元之完全这一场会勘是很诡异的。我赞成林超讲，为了孩子哦。首先第一个，这是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办的会勘，然后他是在板桥大观国中、大观国小、大观国中、大观国小去主体，对，这是立法院办的，对不对？叶元之他是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黄国昌根本不是。黄国昌老实讲啦，他就是找了这个理由跟叶元之两个人同台。叶元之拜托教育文化委员会安排去立法院去的叶元之的选区，办了这个会勘。现场我那个画面我都觉得真的很好笑，就是明明叶元之应该是主人，黄国昌也是来插花的，结果叶元之就一直跟在黄国昌旁边，然后黄国昌感觉像是主人。我会对照起上周侯友宜那一场，我今天不是要讲说什么谁走啊，谁不认真啊？假使叶元之都很认真。可是两场规格上面，我很清楚，从画面上面、从受访、从待的时间各方面评估起来，民众党现在对国民党要被罢的立委，比国民党的人来的重要。他那个全程都侯友宜那一场，他还待到一半先走嘛。这一场是全程待完，而且黄国昌受访的时候，叶元之也在旁边。然后旁边真正该来的，比方说是地方拜托叶元之的议员，我没有看到画面有。然后叶元之感觉像叶元之拜托黄国昌，这什么诡异的画面啊，就很奇怪。我就要回应一下，因为那个新北市那一场是新北市自己办，那委员来关心。可是这一场上周我就侯友宜那一场，对侯友宜那一场，可是这一场是他叫文，他是主办人，他主办人他当然要从头到尾，因为上周那一场是新北市是主办人，他是去关心的，所以我觉得两个层次哈。黄国昌去，他是不是希望拉一些中间或小草的票？他当然是，因为大罢免到最后不同意跟同意票，如果差在3%或4%的这种很紧绷的状态下，小草的表态是当然会有一个气氛或一个风向的这个带领。所以我觉得今天他出来是 OK。第二个呢，跨委员会大家互相支援也是有潜力啦，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我是觉得这个黄国昌可能一石二鸟啦，去看一下，如果做这个好叶元之被罢掉，民众党也可以提一个嘛，提名来补选嘛。还有一鸟呢？还有一鸟，但是拉近蓝白关系嘛。你应该再加一个啊，就是因为搞不好他选新北啊，有可能啊，对，搞不好民众党会派一个来递补叶元之那个选区嘛，搞不好黄国昌自己出来选也不一定啊，或者他这样选新北市长也有可能。你真的把那个国民党看得很没有？我是真的看得很没有，是不是？不，上礼拜我觉得那个叶元之，人家还一直都说，哎呀，这个是侯友宜市长帮你造的事啊，帮你安排的啊，那你还先走。结果叶元之说，大家还觉得，这个侯友宜眼中还有叶元之，结果叶元之说，那不是跟我没有关，我说这是他们市政府的，不是为我哦，他还撇得真干净呢，不是，你应该就说，对啦，真的是市长帮我真的感谢市长。结果叶元之说，那不是跟我没有关，我说这是他们市政府的，不是为我哦，他还撇得真干净呢，不是，你应该就说，对啦，真的是市长帮我真的感谢市长，结果没有啊。他说他要留到底呀，他说他要待到最后那1-2分钟，对他其实有待到底。对，但任俊就直接讲说，蓝营跟白营之间的一些合作，好了，有人又把这个时间点推回到，还记不记得那时候要去以霸制霸的时候？黄国昌不是也有讲说有一些什么 know how 啊，或者说什么，然后这个过程当然也有人把这些也拿出来看，在未来蓝白如果真的合的话，对蓝营来讲的话，到底注意能有多少？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来，我会先在台北市招募自主的公民，接下来台北做完，
我就会在新北做，我一路做下去，由北到南，到最南的屏东还得做到屏东。他们需要哪些 know how， 我会倾囊相授，把我的 know how 都告诉他们。有说会传授一些 know how， 不过现在效果看起来好像不太显著，怎么看？从见缝插针的话，其实就不用讲了嘛。民进党在搞这事情，一直说跟自己没有关系。我上次就点名讲了，从去年夏天就开始搞了，全部都是民进党在背后搞的。任俊回答以前都是你们在搞的，有没有听到？不是这样，现在就什么都骂赖清德、骂民进党就好了。我还要强调，观众朋友。记者去问，黄国昌，你的 know how 嘞？人家31-0了，你讲一下 know how 嘛。我们今天遇到所有国民党都说，你知不知道 know how？ 林涛，你知道黄国昌的 know how 有跟你讲吗？就是 know how。我讲，我觉得没有嘛。大家蓝白本来就是大家一起。好了，应该就没有。对呀。我的意思说啊，记者问他很正常，他演这个就会扯，见缝插针。不是因为他那个问句是说，那你觉得那个 know how 好像没什么，像他的问句是这样，所以他会觉得 negative 啊。没有，不过我要回应冠廷一下哈。是黄国昌来说，这个 know how 是什么？他真的该说。大家记不记得去年5月青鸟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在呛谁？黄国昌青鸟把这么多青鸟号召出来，第一个是要搞黄国昌，因为黄国昌不能罢免，才出现这么多国民党跟着带衰的人呢。所以黄国昌真的要负责啊。来，任君，如果按照民众党逻辑啊，就是记者问错问题了，怎么会问 know how 呢？应该问说，你讲从北到南一站一站的这样发动志工去发动罢免。请问由民众党主导的罢免到底在哪里？就是没有嘛。就你搞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那时候还讲民众党绝不缺席，您记得吧？我们还在好奇，就是说民众党怎么个不缺席法现在到最后变成一句叫做见缝插针啊。所以这个其实老实讲，就是黄国昌一贯的政治语言。那他挑战的，其实我老实讲，国民党为什么现在他一定要扒在黄国昌身边？因为刚刚主持人讲的很白啊。你今天能不能吹起罢团的仇恨值哦？我老实讲，那个是没人知道的，因为你没得掌握啦。就像罢团会收到多少份联署书，到3阶我多少人投票，请问你能掌握到哪里？不能嘛。国民党在这一次里面为什么被那么批评？是因为你要去罢免人家的时候，1阶其实你可以掌握的，因为联署书是你们收的、你们送的嘛。2阶的10%也是你可以掌握的，好，这些你都掌握不了。那一直到你刚刚特别讲，不要讲人家名字，市北区还给人家公布了一个，谁交了多少份，还特别写民众党0，热血潮有。你不要讲热血潮，那个我可以随便冠一个名字嘛。我会讲实话，他为什么啊？那如果按照他的讲法，热血潮应该算民众党，他为什么不把它算在民众党的扣打？他特别给你写一个民众党0，就说民众党从2月，您刚刚放的那个好坏哦，2月5号去馆长的直播，2个一搭一唱，哇，绝对玩真的啦，不是只有联署这么简单啦。我就想问错问题了，根本不是 know how 的问题。请问民众党从2月5号到现在，你们干了什么？好像就万华一场，对，还有啦，新北好像有新北那一场一下，人家在板东办，他们就在板西办嘛，就是大家还去想说，那个拼这个人数啦啊。所以我就讲说，这是一个叫做各怀鬼胎的概念，因为对国民党的立委来讲，他根本没办法去计算说罢团会有多少人来投他。可是现在的罢免制度是，只要我的人有出来，而且我比他多，我就赢嘛。所以他当然想尽办法。过去这个跟上一次选举的时候有什么不同？选举的时候，那时候一堆人原先骂柯文哲的，国民党的。到了选举的时候，谢谢民众党来站台，谢谢柯文哲，谢谢怎么样，谢谢推荐。为什么？因为选举就是这样嘛，罢免不是这样吗？你说黄国昌，我会讲实话，黄国昌今天到那个新北去啊，你说他很奇怪吗？之前侯友宜办那个什么地方座谈，黄国昌也去啊，而且是挑有媒体在的时候去啊，后来都不去啊。我想其实各位鬼太，我今天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你知道？今天这个民进党的议员啊，就去问说黄国昌到处蹭啊，到处蹭啊，然后是不是要搞接班啊？然后你看哦，侯友宜说要选最好的来接棒，这是今天的哦。而且侯友宜这里面还讲说什么？你知道？他说接棒这件事情啊，他说呢，市政其实就是怎样一棒接一棒，听起来没问题，对不对？我给各位看这句话，谁曾经说过？你知道吗？那个人叫做黄国昌。黄国昌在今年3月20号被问的时候说：“你是不是要选新北市市长？”黄国昌就说：“哇，侯友宜做得好棒，我们要一棒接一棒。”
哦，好奇怪哦，刚好隔2、3个月，你们2个讲的都是一模一样，叫做一棒接一棒。侯友宜的身份，他应该讲说我要让国民党，而且国民党内在那个地方不是没人要选啊，你自己也有要推你的刘荷兰啊，然后人家也有属意李四川啊，你怎么会好奇怪？你刚好3个月前跟黄国昌讲的，你们2个都在一棒接一棒啊，可能是个巧合，我不知道啊。但我就想，就是说，现在对于国民党整个来说，他是已经到了啊，我今天落到水里面了。今天谁愿意跟我伸出个棍子？即使那个棍子你明明知道他可能就是这样握着而已，可能跟好对好，反正他就是一个不扎实的东西。可是我抓不抓？我当然抓啊。可是对民众党来讲，它是一个无本的生意啊。我就问一件事情，到了3阶投票这件事，你怎么验证民众党有没有帮你？你没有得验证啊，它不像是市北区，我可以用量化的方式说，哦，民众党送来多少份0，你到了罢免投票的时候，选举人很清楚嘛，哪一个支者跟你讲说，我这一票有投给你，你也只能说谢，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投给你能怎么办？你不谢谢他，人家还觉得你这样我告意思这个是很虚幻的。可是对于国民党来讲，我只能说啊。因为党没有办法告诉他说，我今天能够给你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是过去在组织里面很难发生的，你也很难想象嘛。任俊刚才讲的这段，其实你说像博弈在节目里面有直接讲过了，或者博弈直接讲，如果国民党今天强到根本不需要民众党的时候，对，那谁会愿意一定要让他们这个？但眼下对国民党来说，当31都面临到这个样，而且现在看起来国民党气势真的没有这么旺，对，有一票是一票，是。那但是对黄国昌来讲，刚刚任俊讲，民众党就是无本生意啊，就是赚到了。我觉得他这个现在呈现一个很有趣的巧合哦。如果说到第4阶段补选了，4阶你已经讲过了3阶了，因为看起来国民党有机会，就看已经到第6席嘛，大家也在讲说什么5到6这个部分嘛。可我的意思是说。民众党是不是真的跟他没有关系？如果今天真的到了第4阶段是绿的过半的话，其实你8席也没有。是啊，如果绿营过半，那8席那基本上等于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在表决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看起来民众党好像是可以我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我可以7分发展我自己，2分协助你啊，1分在那边喊有的没有。可是事实上，如果过了那个6席真的补选之后是6席的话，其实你民众党就算8席你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就变成是有一些地方我是真的要帮助你，有一些地方是拿来谈的，比如说像王宏威。他现在去扫，他就说林真宇在帮他。那也有人就说，林真宇帮你，搞不好也是为自己预跑啊。因为如果你真的被罢掉了，民众党他这边林真宇也可以争取要来补选这一席啊。那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现在有一点，你可以说是各怀鬼胎。可是他在有一些区，他也可以真的，我帮你之后，你是不是在议员这个部分让几席给我们？但是这些东西不会是由个别的立委跟黄国昌谈。他一定是对，一定是党对党。那现在问题还是回到源头，这个国民党的现在的这个头是谁？是朱立伦吗？是，然后你们的这个党主席的选举是不是要往后挪？我觉得现在就变成是国民党有一点点一坨，然后这个31席自己在自救。那自救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会找黄国昌，因为再怎么样，现在看起来各个民调里面，民众党还是有10%，10%的一个不要说多啦，大概个2-3成出来，事实上它也就是一些票啊，它也是有搞不好你就是真的差那几个，所以就会变成这为什么国民党的这些立法委员会想要跟黄国昌拉来的一个关系。那慧珍，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像你说像那个王宏威那一区，那一区为什么大家这么在乎那个看板？现在对，因为每天大家在算看板，几比几，对，为什么这么在乎看板？其实这个东西你看哦，他们就说王宏威已经有挂出21面了，然后好像上个礼拜好不容易才挂出1面，就又被人家检举掉，后来好像是21-0去熊拍垮，所以就变成有一些支持罢团的人就出来，就说我这边可以让你摆，这其实就是面临到你看王宏威哇人海战术，志工这么多出来。
就是再怎么样，他是选过他议员当了好几届，然后立委也选过的人，所以他要动员他自己的陆战，他是有人的。那你说你罢团说他就是民众嘛，民众没有选过举啊，你可以1%、10%，可以凑出10%的这个联署，一给夹紧绷很厉害，这就回到为什么曹兴诚。跟之前跟林右昌，就是那个礼拜6的时候，2、3家媒体同时出了一个新闻，就说曹兴诚跟林右昌谈到不欢而散，因为曹兴诚就会觉得我们已经请我们民间的力量，我们已经打到这一步了。第3阶段，我们连这个看板都没有办法找不到地方挂，没有地方挂的情况之下，没有党，你们民进党的资源不进来的之下，就会变成这样，你气势你就出不来。那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第3阶段，你民进党难道还要袖手旁观吗？那个报道的意思是说，林右昌还是认为应该是民众在前面，然后他们从旁中协助。但从旁协助的定义是什么？后来不欢而散，就他就诉到那个总统府这边，大家就那个就潘孟安秘书长就出来嘛。那当然就后来就拍板定案嘛，就是说什么，就是包括地方的民代全部都请，就是说帮忙找挂看板的地方，帮忙去论述，帮忙去文宣，帮忙是的一些资源下去。那好，林右昌这时候你就发现有趣的地方来了，为什么是他跳到花莲，而且据说带了一个类似小党部的一个概念，20-30人全部入驻花莲，他难道不是也是在为自己的2026在铺路吗？现在新北大家都知道。有人主义林右昌出来选，苏巧慧你不用说，人家从爸爸到现在，对不对？都已经这么多年了，人家在得。那所以这一次的大罢免的第3阶跟第4阶，你看哦，其实这个踩线的意味很重哦。我就是在那边，你弄了480盏的，对，而且妙就是讲说那傅家是不是在那弄很多光明灯？光明塔，就因为有听说6柱480盏，所以叫光明塔。然后4800盏，4800盏，对，是这样，什么概念啊？对，到底是多黑暗啊？要弄到4800盏？对，这个就意味什么来？我就是踏了你的地盘来啊！所以为什么林右昌要在这里开始？那不是也是为了自己2026年在盘算吗？所以刚刚小武哥，你刚刚点兵点将，每一个地方为什么是谁？为什么是何欣纯负责？为什么是谁负责？但你要立功啊！你不立功，2026年那就不一定是谁喽。为什么是何欣纯负责？为什么是谁负责？但你要立功啊！你不立功，2026年那就不一定是谁喽。不过如果好来，林涛，第一个，你们怎么看待白银之间的合作？第二个，其实包括刚才任君有讲，当主席讲说区域联防的时候，蒋万安你这5席，然后卢市长什么什么这些，你觉得他们发挥的作用能够大到什么样的地步？我先回应刚才这个慧珍姐讲，因为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林右昌真的很急啦，2件事情急，一个是我没有说这个急，在这个明年2026，他当然自己要选举嘛，所以他很急。第二个呢，其实你不管是林右昌或是 Grace， 你都可以看到，其实好像压力蛮大的，一个是就是去李明去参加人家座谈会，然后一个是被曹兴诚骂，所以他们当然有他的压力啦，哈，这是第一个回应的部分。第二个，你说白银的力量或蓝白合的力量有没有？当然有，因为我除了刚才讲到3到4%的这些我们讲到折冲的关键之外，其实蓝白合它会有一个气势的展现，就说再也合作了。那当他合作的时候，有一些中间票或有一些不关心政治的这些人，他可能会站出来，又多1-2%。所以在这种短兵相接的时候，它是会有影响力的。可是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哦，蓝白到最后，它当然是在野力量要结合。可是现在不管是保护王宏威，或是跟这个徐小新一起作战，他当然还是以台北队的蒋万安市长，他必须领军作战，因为他是队长，他队长跟5个立法委员，他当然是一个领兵作战。那台北队、桃园队。这个张善政，然后台中队，然后侯友宜，然后大家合起来，它就会变成一个类9合1的区域联防。这区域联防过去大家其实有看过，
北基桃桃竹苗在台北或桃园办，那大厂那超过10万人的，或是说我们讲到的中彰投的7个县市由卢秀燕上领军，或是宜花东，这就会是一个区域联防。所以我觉得一步一脚印把支持者催出来投不同意罢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主力。梁冠廷，我简单回应一下哦，就是刚刚慧珍姐有讲的那一堆新闻然后什么曹兴诚跟林佑昌、民进党跟罢团，我现在正式官方回应，没有任何评论。哦，这段，对，这你回应你要手下评论，我可以做事，我可以做评论，这请示过的回应，请示过，没有相关评论，我有照讲啊，我照讲。好，接下来讲我个人的，正式回应没有回应，没有相关评论，没有相关评论，没有相关评论，对，就有此事啊，因为我比较媒体写嘛。你听到没有相关评论有什么想法？完全无感，无感，对。好了，我来讲，我说绝无此事，我来讲正经的啦。那个花莲的事情。状况比较特殊，花莲因为我们的党公职比较少，3个议员而已，然后我们在党部在那边的人也比较少，所以确实是大家无论是内部讨论，还是说实际上地方罢团的需求，认为我们有需要派比较多的人过去。现在其实老实讲，我们观察起来，大家需要的大概几件事啊。第一个宣传，就是因为所有的在地的议员有很多的看板，那这个看板其实在1-2周前，党中央就已经有通报。我们所有的民进党的党公职，尤其是在罢区的，就是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看板把它拿出来。那第二个我要谈的是说，除了花莲以外啊，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就是民进党现在同时有2种声音一起在骂民进党，就一种声音是那个国民党的说，你看就你们在主导大罢免，然后另外一方面你有看到新闻讲说，民进党协助的不够，对，就这2次怎么可能同时发生啊？所以我讲一下真实我们的立场，我们立场从头到尾就是协助。全力协助，那我们现在我们会更加紧努力的协助，就是会努力帮忙啦。那大家认为说那个帮忙应该要到什么程度，那个要怎么做？那我们大家会做到让大家有感啦，放心啦，就是我会努力。来，范老师满意吗？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谢谢，勉强接受了。但是我讲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努力到什么程度吧，对不对？你只要告诉我说你有具体的目标嘛。这不是我怪。那范老师，你看媒体上面讲曹英成跟林佑昌的那一段，那显然如果照媒体报道的话，那个曹英成是觉得说，那你们应该要卯足了劲跳进来，是这个意思吗？可是对林佑昌来讲，因为他有讲说，因为他本身觉得这什么大罢免，他觉得不是什么，他不是那么认同。对，他不是那，然后但是那个冠廷有讲，我记得是上礼拜还是在上礼拜。不是党中央就已经有讲说叫你们把这段算了，不管被骂，这段这绝对有问题嘛！就一个不认同的人，他上周还跑去花莲，然后在4800盏在那边点一柱，然后让花莲光明，不是嘛？这就我看新闻有真有假，我无法评论那个新闻，因为上头叫我就是这样子讲啊。但我实务上讲，其实有很多讯息也不尽然那么正确。但是其实曹兴诚他有说他跟林佑昌这个部分，他没有否认哦，他是说后来这些他已经可以对，疑虑已经消除了。对，我觉得我是鲶鱼，我让冠廷重新恢复他应有的表现状态啊！不要说什么刚才那样敷衍的，没有相关评论，没有相关评论，太敷衍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我是觉得有点存疑啦。为什么？因为以我对林佑昌的认识啊，他是一个很有政治 sense 的人。他知道对曹兴诚在这次的大罢免付出这么多的心力。搞了2阶，然后他告诉你说我不支持大罢免，那不是找打吗？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长期来讲，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高，可能有一些观点上的不同。因为我觉得林佑昌他一直在这个大罢免，他一直认为说民进党应该是不要主动去介入，他认为民进党应该站在旁边，但是我可以看到说，其实曹董已经讲过了，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阶段性任务了，也让我们的罢团休息一下。那接下来就应该是民进党接棒，它这个接棒的概念。那我觉得就是说，到底接棒那什么时候接啊？接的时候我的手要伸多长啊？人家手要伸多短，这有一点还没谈拢啦。但是我觉得后来我们看到了嘛，就是民进党还是说要用动员地方议员，例如说现在大罢成最大的麻烦是什么？没有人愿意出他们的看板。对。那你民进党的各个市议员、县议员还有立委，你们的服务处的看板可不可以借给他们挂？就最根本的嘛，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样子，其实是当然了。我觉得林佑昌他当然他过去他一直比较中性，他比较不愿意去走比较极端。因为他过去当过基隆市长，也是蓝绿通吃嘛，那也是受到民众的支持，所以他会比较走中道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到了第三阶段，
政党的力量介入，会引进一些更大的动力。其实这个时候要打第3阶的时候，是硬底子，大家硬碰硬。而这个硬碰硬对蓝营来讲的话，刚刚讲除了找白银，媒体上讲说有一个蓝白什么党外在野大联盟，然后包括马英九，在这个过程，因为最近不是讲说，是不是海峡论坛？那马前总是不是也要参加？国民党好像为了避免在这个时候再添油加火的，所以国民党应该不会派什么样的大概党职的副主席啦或什么去，不会嘛，对不对？好，那马前总统去，马前总统的影响力应该比国民党就算派一个那个去。那个影响力更大吧，就是最起码在媒体上面的效应。你说海峡论坛吗？对啊，我是觉得马英九不应该去。为什么？因为海峡论坛它其实是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基层的交流。他邀请台湾是什么里长、村长、镇长，位阶都比较低。因为海峡是还有什么宗教啦、什么社团呐。那马英九是前总统前国民党党主席。我觉得你去了不是降格以降了吗？就是你没有必要这样做嘛。对，我觉得国民党真的啦，而且这时候大罢免的时候去添油加火，只会让罢团更有底气，只会让国民党的立委更危险。因为这次罢免的过程有一个诉求，从曹兴诚他们开始，后来整个罢免的诉求都在打什么反共啦，什么那些嘛。就是国民党的，我看媒体上报道，国民党的高层好像意思说，这时候就尽量降低这种事。可是我还是回到呢，马前总统一个人去，那个效应大概会比国民党派一团去大概还大吧。所以我是说，觉得朱立伦这2天应该就要在马英九他像住景美嘛，在楼下等啊，找一群党工，只要马英九一出来，就不要出来，你就为了党啊，就在家里，我帮你送便当啊，应该要这样做嘛。但是像这个党外在野大联盟，这个成立。我看了还蛮多认识的啊，像一些什么都是我们学界的啦。但我看觉得好像是有点复仇者联盟的感觉，他们大概是要对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独裁啦怎样。但是我不晓得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吸引力，看起来都是比较亲国民党，而且甚至政治立场上是有点偏统派的一些学者。那我觉得他们当然他们可能出于对这个政治的关心，但是我会认为到底他到底能发挥什么实质的效果？我个人认为是相当怀疑。是，我觉得进入到第3跟到第4阶段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力量进来。那刚提到曹兴诚，其实我可以理解曹兴诚的想法。你要知道，他为了这一次的大罢免，可以说是他有一些本来不想曝光的就被曝光掉了。对他自己的形象，其实也是他等于是把自己的都赌进去了。那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觉得我比较不认同，就是说你可以寻求民进党的帮忙。就是说党的力量进来，可是到总统府秘书长这个部分，我是有一点存疑的。你可以寻求民进党的帮忙。就是说党的力量进来，可是到总统府秘书长这个部分，我是有一点存疑的，因为我认为总统府它不应该是，当然我们都知道执政党它是民进党，但是毕竟它是一个机关，是行政，对，然后你行政机关，然后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新闻出来，因为像我觉得你又跟你的不同立场有关，像我有很绿的朋友就觉得说就是要这样，就是哎呀那呀我厉害呢，怎么功亏一篑已经要到第3阶段了，但是有中间比较没有那么绿的，他就会觉得说不是啊，那你连总统府都跳下去了，但不是让人家更觉得整个行政机关就在做这件事情，不是立场上不是那么 OK。但是你说别的，你说这个党外这个东西，你不觉得？你觉得它是蓝的吗？那红的。对，我的意思说，将军个人觉得红的应该不止吧？比如说你说像郭正亮、高思博啊，什么欧桂芝啊这些，我觉得他。还有不要说嘛，陈之汉现在要去中国，什么和平大使是不是？这些听起来都不会。还有郑春琪最近才出来，是为什么？是为雅雅案，就是站在那个雅雅旁边，所以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它是蓝的吗？我都觉得这个对，这个其实那他出来到底是帮忙？帮谁的忙，还是事实上是扣分？对，林涛要不要先回？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卓冠廷不能讲了，我帮他讲了，因为你不要乱讲，不要乱讲。两个层次哈。第一个，我认为是时间点的问题，冠廷应该很了解什么叫时间点问题。我先讲，因为刚才冠廷说这个民进党参与大罢免，没有，然后讲说，哎呀，努力不够，这2件事情是不汉格的，你有可能有参与，只是努力不够。我们协助。所以这2个其实在这个论述上是没有那个逻辑的差异。第二个呢，因为那篇幕后的报道，
说真的，林右昌说出他不支持罢免，如果有这句话，应该是跟现在的时间已经拉很远了。这句话是林右昌在基隆罢免案结束的时候讲的话。谢国良那次，对，谢国良讲的话，那现在被拿出来讲说，哦，就是你不支持罢免，然后你又不积极，然后你又不主动推荡，在那一个内幕报道的最后一段，我先讲结论。那报道最后一段就是说，好啦。不管你支不支持，现在走到这边了啦。未来民进党的罢免第3阶段，你就是负责人，就是林右昌就负责人，在那个内部报道就会去这样嘛。所以我觉得呢，是时间轴的关系。刚才冠廷不能讲，我通通帮他讲。我不承认，那乱讲。但是我稍微讲一下了，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认真思考一件事，就是说，所谓这次大罢免，就是因为是公民在主导，所以才能获得社会这么大的支持。台湾不是只有民进党一个政党，而这一些立委，他们尤其是蓝营的立委，他们表现很差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民进党的人才认为，甚至很多浅蓝跟中间都认同。那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这样说，如果说有一些公民朋友或者是一些罢免团体，如果认为说民进党帮忙的不够，我觉得都可以讲，我们就努力，我们再更努力，让大家觉得我们有帮忙够。可是绝对不可，这我可以讲，绝对不可能是我们主导，一定是我们协助。所以我认同于将军刚才讲的。来，任军。对，你说民进党在这一战里面，我其实觉得啦，就是说民进党是一个政党，他很清楚的知道台湾的政治不是只有立法委员这个位置而已，包含议员、县市首长，甚至总统大选。你说这一次两岸的部分成为罢免的一个主轴，民进党打总统大选的时候，两岸不也是主轴吗？那时候打成什么样？但只要拿到政权之后，他立刻回防。他不会再继续往前冲，才会有这一段时间大家去谈论赖清德嘛啊。其实你说党中央要不要站到第一线？过去几次啦，有几位啊，在座冠廷也有戳他一下啊，不小心讲了一个可能自己揣测或认为说哦党里面怎么样？你看党的回防速度有多快？这赖清德的性格很少见啊，哈，真的很多时候你看那个大家质疑说他跟这个柯建铭之间到底怎么样？很多人讲说赖清德都不讲话，所以是不是认同柯建铭那个说法？但几个赖清德介意的事情，他是立刻党就会出来回应啊。所以你说曹清诚今天跟他怎么样？因为我用一下冠廷刚刚所说的啦，就是说因为党的政治立场叫做不予任何评论嘛啊。就回到我刚刚讲的，比如说两岸这件事情。民进党要知道打对他有效，但是我要打到什么程度要收？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反而认为啦，哦，如果今天林右昌有说出那一些话，说哦我们不是那么认同，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是民进党在做微幅调整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如果从正传媒的民调跟过去几个民调来看，赞成罢免跟反对罢免，我现在讲的反对罢免不是说我反对你罢免国民党立委，而是我从头到尾不赞成罢免这件事情，在民调上面这一批人其实比较多数。我在这个阶段，其实因为已经走到要进3阶投票的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操之在谁的问题了。我要不要在这里面继续再打？因为马上接下来是什么？是选举。林右昌对选举有没有想法？我想在座大家心里都清楚。我有没有必要在这个阶段里面去让那一些我根本不认同采取罢免作为，而这个不认同是蓝绿哦。在民调上面这一批人其实比较多数。我在这个阶段，其实因为已经走到要进3阶投票的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操之在谁的问题了。我要不要在这里面继续再打？因为马上接下来是什么？是选举。林右昌对选举有没有想法？我想在座大家心里都清楚。我有没有必要在这个阶段里面去让那一些我根本不认同采取罢免作为，而这个不认同是蓝绿哦。我要不要在这个阶段里面去跟他说，哎，我跟你讲，我们就是继续罢。我不认为对民进党的这个立场上面，他需要再继续往下去。那任俊除了这个以外，其实为什么林右昌会选要去花莲？媒体上讲说，因为那媒体用词是说民进党有什么花莲秦王记，然后就讲就到那。因为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因为花莲重中之重嘛，对啊，国民党总召，这一个总召如果在这次大罢免有什么闪失，对国民党一定是莫大的一个损失，所以林右昌去，然后特别挑那个庙，然后去所有每一个动作都这样。媒体今天有报道说，包括大家都知道嘛，花莲几席政治势力，包括花莲市的魏家，议长张家，然后包括傅家，另外就是民进党。对，现在看起来除了傅家以外，那3席，因为媒体上讲说，看来魏家
因为可能有心要进驻下一次2026的县长。所以大概摆明了，这3股在一起就对一个附加是这个样子。现在您刚刚提到就是魏玉国嘛，他说回老家花莲帮参选县长的堂兄弟加油，广告看板陆续上架，进入这个所谓的备战状态，而且不是只有一面嘛，好几面嘛。这我觉得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现况，其实可能对于国民党来讲哦，是这一次在花莲里面哦比较不同的。就你看傅崐萁所有的回应方式是非常传统的傅崐萁啊。我选战跟你讲说，我就是为花莲争取多少啦，我们继续努力啦，我们未来再继续这样子好不好？好不好？可是对于花莲来讲，您刚特别提到的是几股势力，在过去这几年里面，难道在花莲没有互相的制衡，或者没有互相的抗衡吗？我认为它比较大的状况，其实这一次的这个花莲比较多的，最少我自己听到的状况是，他们想要改变现在花莲的政治生态。OK， 所以包含到为什么会提到说这个什么帮花莲参选县长？难道过去没有一个传闻说傅崐萁或者是徐榛蔚已经在挑选接班人选吗？有啊，那位乡长不是吗？吉安乡嘛，乡长嘛，对不对？吉安乡的乡长在最近新闻也很多嘛，为什么？因为傅崐萁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嘛那是不是有这些的改变？所以我必须讲，就是说我刚刚提到民进党会去计算 ，OK， 国民党难道不会计算吗？就像刚刚提到那个在野大联盟，我不管他蓝或者绿啊，今天有人去问黄国昌嘛，说啊那个国民党跟民众党是不是要一起合作哦？我是不是要对抗大罢免？黄国昌说什么？这个朱立伦还没有联络，就跟国民党还没有联系啦。那我也讲实话，国民党当然会抛说我们来联系啊。那黄国昌今天为什么那个回答其实比较保留？因为很简单嘛，我刚刚讲政治不是只有立委。如果今天国民党为了守住立委，而愿意跟民众党交换那个议员，甚至像朱立伦说的县市首长都可以来，我就问嘛。今天那个被交换的县市一定会觉得凭什么？为什么是你朱立伦帮我决定 ？OK， 而且老实讲，到那个时间点，你朱立伦还是不是党主席，没有人知道嘛。来，你说最后30秒，整个大罢免到现在3阶有什么呼吁？我觉得第3阶开始，大家要了解到投票的时间，在中选会公告之后呢，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因为如果不出来投票，基本上就是支持恶罢方，所以出来投不同意罢免，是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把整个的投票率看起来要拉到4成5左右。然后把我们的不同意的这个比例全部拉高。我觉得呢，如果不出来投票，真的会让这一次的台湾的民主变成一个很政治仇恨的一个场景。所以呢，就是套一句这个 Grace 支持巧芯的。巧芯是好立委，没有罢免他的理由，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出来投下不同意票。来，冠廷，国民党过去在罢免陈柏惟、林昶佐、黄捷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罢免是恶罢。然后当自己呢31个立委可能被罢掉的时候，现在就讲是恶罢，这就是标准的双标。我觉得所有的观众朋友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到时候在投票的前，记得想想这些国民党立委过去1年多来的所作所为有没有符合你的期待。哪怕你本来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你当时投的国民党立委是这样子跟你在争取选票的吗？跟你讲民生法案，结果搞到最后变成是扩权法案，变成是违宪法案，变成是乱砍预算。回来这个立委是不是称职的才是重点？已经要进入3阶，看起来31-0这个数字，恐怕很快大概就会被验证是这样。对国民党来讲，全力的防守，那最后成效会怎么样？那民进党协助罢团，如果整个猛攻以后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